现在我们开始做一个简单的开示。在这个开示里面呢，今天就讲一讲这个四谛上一个开示里面呢，我们讲了二谛今天就讲一讲这个四谛。四谛和二谛它们是什么关系呢？二谛主要是讲这个主要是见解上面的一些问题四谛呢它这里面也有见解上的问题，主要是修法主要是一个修法的修持的方法怎么样修法就怎么样能够解脱他就讲这些所以这个二谛四谛都是在佛教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常识学佛的人呢最好要了解这些了解了以后呢对自己的修行会有帮助的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如果不学二谛或者是这个四谛等等的很多的理论专修的法专修的话也可以但是修行人还是需要一些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呢除了这个非常虔诚的修行人以外都会有一些这个会出现这个差错所以还是需要一些智慧这些智慧会帮助我们的他们就是会鼓励我们的比如说知道人生是难得的，然后呢这个轮回是痛苦，其他什么也不知道的话呢，那就有些时候也许会怀疑我到底修这些法能不能得解脱怎样能得解脱我修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正法我通过这个修法怎么可以这个解脱等等就会产生这些疑问然后这些疑问出来了以后呢，因为没有通过问世所以自己也不能解决不能解决以后呢就老是困扰那就成为一个修行的违愿成为一个修行违愿，所以这些还是修行的人，光是修行实修的人呢也需要这些知识因为这些是佛教的一些常识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些常识所以我们讲一讲这个四谛修法的时候呢它四谛也有一些修法但是这些四谛的修法暂时我们不用修法呢上次已经讲过了就是从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点应该是出离心和菩提心，不是别的有了出离心以后呢出离心就让我们这个超越这个轮回菩提心呢超越了以后呢让我们不脱离这个世界，不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这两个不是矛盾吗这两个不是矛盾。第一个如果没有出离心不超越轮回的话呢，那我们也就是跟其他的众生一样就流转这个轮回当中，那这样的话呢谁也不能救谁谁也不能渡谁所以我们首先要超越这个轮回需要超越轮回的话你这个必须要
断除贪欲轮回的这些念头。如果不断除这些贪欲流连轮回的话呢，那就不能超越。超越了以后呢，也不能脱离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不能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声闻缘觉它是超越了轮回但是它也脱离了这个轮回。它既超越了轮回，又脱离了轮回。脱离是什么意思呢？脱离就是他得到了这个涅槃他得到了这个涅槃以后呢，他就不度众生不度众生，他只追求自己的这个解脱，这叫做脱离他在这个禅定当中他这个无我的这个禅定当中呢一直就在这个当中安住了以后呢，他也就没有想要去度众生因为他的定力各方面有限，他在这个定中的时候，他同时也没有办法去度众生他也没有这样子的打算所以他是脱离了他有超越了，有脱离了大乘佛法的话呢他既要超越，又要不脱离。不脱离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讲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真悟空性的真悟无我的这个目的上次我们是怎么说的呢？真悟空性我们不是回避或者是逃避这个轮回，不是逃避现实不是回避轮回不是逃避痛苦，那是什么呢？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无条件的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无自私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真悟空性真悟空性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这个不是别的无我是什么呢？修了无我以后呢，就不想面对这个轮回或者是不敢面对轮回，所以修无我吗？不是还要面对轮回面对轮回，但是那个凡夫人面对轮回是不一样的。凡夫人面对轮回呢他是不愿意流转，或者是不自由的情况下流转轮回的那大乘菩萨呢，他是故意的这个面对轮回，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要为了度化众生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在众生当中才可以能够度如果不在众生当中就是在这个涅槃的境界当中的话，那涅槃的境界当中也没有众生那就度什么了所以大乘菩萨就是要不能脱离这个轮回，不能脱离轮回，但是要超越不超越的话呢，那就是还是一个凡夫的人，没有什么能力这是上次我们也提到过，这是大乘菩萨无论是修无我也好，修空性也好修大悲心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更完整的能够利益众生所以他就做这些种种的这些修这些种种的修法无我也是这样子就不能误解这个无我或者是空性那这些上面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二谛要分开这样以后呢，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讲这个四谛四谛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四谛就是这个苦集道灭这四个叫做四谛为什么有四谛不多不少？为什么没有无谛为什么有不是三谛呢？这是因为
这个所有的所知在佛教里面这叫做所知或者是所有的存在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涅槃，另外一个是轮回。在这个轮回和涅槃的中间没有第三个法，没有第三个实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分为这两种。这两种每一个都有它的因，有它的果那么轮回有轮回的因和轮回的果涅槃有涅槃的因和涅槃的果两对因果加起来就是4个所以是4谛不是5谛和不是3谛，原因就是这样子。那佛教呢我们都知道是讲这个因缘的，非常的重视这个因缘因果关系我们也不讲这个上帝的安排我们也不承认这个造物者的这个创造等等，那是什么呢？一切都是用这个以因果来解释这样的话呢涅槃要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它也需要有因有因的话呢就是肯定是有果的，所以涅槃方面呢有因和有果轮回今天我们是这个凡夫人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为什么在轮回当中呢这个答案只有佛教才能够完整的解释，在其他的所有的这些学科当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答案我们为什么做人，为什么这个就这个在这个轮回当中呢？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话题，但是除了佛以外没有人能够解决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个问题那原来是什么样子呢？原来就是它有它的因我们做人也好其他的生命做畜生也好都有他们的因，不是无因无缘也不是造物主的制造都是有因有缘的。那这个因是什么呢？因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寂谛，寂谛就是这个轮回的因苦谛就是轮回的果寂和苦这两个呢叫做这个轮回的因和果。那这个为什么要叫做谛为什么要用这个谛字呢？谛就是真实的意思真实，那是不是这个轮回是真实的呢？也不是这样子我们凡夫人看问题和这个圣者，也就是说这个罗汉、圆觉、登地的菩萨他们看问题和我们看问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的呢跟他们看的他们所看到的是相违的相互之间是矛盾的那我们的是幻觉因为这是凡夫人有种种的幻觉，所以就有种种的这个无明，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那菩萨他看到的是真实，所以这个弟子呢就是从菩萨或者是这个小乘的这个阿罗汉他们的角度取了名字，他们的角度取的名字，这个谛字不是从我们的凡夫人角度取的名字谛是就是实在的意思那有实在的东西，有多少个实在的呢实在的东西就是有4个4个刚才我们讲了轮回的因和果，轮回的因就是这个寂谛
轮回的果就是苦地啊，这两个是轮回的因果啊。涅槃的因和果啊，涅槃的这个因就是道地啊，学道修道的这个道地。涅槃的果啊，就是灭地啊。灭是什么呢？啊，灭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些烦恼、痛苦、业障啊，通通都毁灭啊，消灭了以后，通过修法啊，消灭了以后呢啊，就远离了这所有的不清净的轮回的现象，这叫做灭定。涅槃的方面啊，有两种因和果。那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啊，我们要做一个取舍。涅槃的因和果是我们要去的，就是说要去做的轮回的因和果是我们需要舍取的啊，要放弃的啊。那这里面呢，这四个里面呢，就是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实际要做的时候呢实际行动的时候呢就是要做取舍啊。取什么呢？就是取因这个涅槃的因和果啊。舍什么呢？就是要舍这个轮回的因和果是这样的。那轮回的因和果怎么去舍涅槃的因和果怎么去怎么样去做呢？首先这个弥勒菩萨的宝行论当中他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他用的什么样的比喻呢？一个人生病、看病、吃药，最后获得了健康他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比喻的第一个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医生要治他的病只有4个问题有哪4个问题呢？第一个，医生一定要知道这个病的原因他为什么病，他为什么生病，他为什么不健康，这是以什么东西引起的，导致的这个痛苦是什么病这个他要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知道了以后呢他现在在生病但是现在正在生病的这个痛苦的感受是没有办法直接这个毁灭的，就是需要通过这个药来治它的根源治了它的根源以后呢，它就不痛了如果没有治它的这个根本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治。所以第二个就是要断除他生病的根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痛的感觉呢？他是肯定有因缘的他在器官上在那个地方不对，有问题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就不疼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直接去阻碍这个感受痛的这个感受，有没有可能呢？没有可能所以第二就是要断除这个痛的感受的感觉的根源这是第二第三，要断除这个根源的话呢，需要什么方法呢？就是需要吃药给他下药，这是第三第四他吃药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获得健康，这是第四。这是一个人治病的一种方法他必须要有这4个。如果医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他辨认不出来这是什么病，那他也没有办法治如果他知道这个病的来源，或者是他病的这个本身的这状况知道了但是他不会下药，或者是没有药也不解决问题如果他下了药下错了这个给错了，那他吃了也等于就是没有吃还是不会获得健康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的
最前面是什么？最前面他必须要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这个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个病的来源，这个病的它的本身的问题，这是最前面最重要的。同样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轮回生命轮回或者是轮回和涅槃的这个轮回呢，它的范围是很广的，所有的法都在包含这里面。首先我们要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人生生老病死死劫等等等等，首先必须要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不存在的话怎么样不存在，存在的话它为什么要存在它现在存在有没有办法让它不存在等等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是有办法解决它解决这个轮回这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第一个这个库底叫做库底是受知记底叫做这个受断道底呢就是受修需要修的这个灭底是所获所获就是要获得，需要这个所获得的。那道底库底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已经明白了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知道了知道就是这个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的根源就是基地基地需要断除这个基地的话呢，那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刚才治病的时候就是需要吃药，那我们解决这个生老病死需要什么？需要修心需要修心，需要修正法跟这个我们的烦恼执着跟它相反的路，要修这样子的路。如果就跟它不相反的话呢，那我们还是走原来的老路还是会跟这个走的就不会起什么作用。现在修的话必须要修一个对它非常相违的矛盾的东西很尖锐的矛盾的东西，这样以后呢就有可能推翻它这是道底修了道底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刚才我们讲了病人吃药的结果目的是健康，获得健康。同样的，我们修心是什么呢？修心就是解决生老病死那小乘的话呢，它只是解决自己的生老病死，它没有更多的大乘不是这样，大乘菩萨它是不但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生命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这是他的发心这是他的发心。最后能不能做到呢这是很难的，一个人度化所有的人是很难的这个佛他也是在意识当中做不出来的，但是呢佛的这个能力愿力他永远都是他永远都不会停止的，永远都不会停止，所以他是在时时刻刻当中都在度永远的众生，永远的众生。所以佛可以度很多众生，但是不可能所有的众生都度尽但是这个能度尽不度尽是没有太大关系，我们能度一个就算一个度100个1000个10000个，就是要去自己的能力去做现在是我们的能力具不具备的问题。成佛以后呢，没有佛的能力具不具备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那个时候还是存在众生有缘无缘的这个问题，就存在这个问题佛是有办法解决问题的，这是最后的目的
最后的目的是这样。那四谛为什么要讲四谛呢？就是因为这些为了就达到这些目的所以就是要讲四谛的。这一章是讲这个四谛的一个大概的内容。下面我们再讲一下比较细节一点的。比较细节一点的是第一个苦谛，我们要去认识，对苦谛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正确的认识这里面就有两种一个是密宗的对苦谛的这个看法，另外一个呢就是仙宗对这个苦谛的认识。但是密法的这一部分我们不讲就讲这个仙宗的。仙宗它有小乘和大乘那今天我们就讲小乘和大乘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观点。那这四谛每一个都有四种形象形象是什么呢？形象就是说这个居士论里面呢，它用的词就是形象形象和这四谛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比如说人的这个整个脸叫做苦谛，然后再细节他的眼睛鼻子耳朵，这叫做形象形象和他的这个中相苦谛和苦谛的形象就有这样的差别。苦谛就是一个整个一个人的脸一样的，然后苦谛的形象是什么人脸上的眼睛鼻子嘴巴等等，这叫做形象那这个居士论里面讲这个苦谛它有多少个形象呢？就是有四种形象。四种形象是什么？无常痛苦，还有这个无我空性，就是这四个。这四个叫做这个苦谛的四种形象比较笼统一点的话，这叫做苦谛然后再细节再深入进一步的了解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轮回对它有一个大概了解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不清净的一个具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一种这样的因果叫做苦谛大概是这样。但是在进一步分析了解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四个问题这轮回就是有存在四个问题。四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无常第二个呢它是痛苦的第三个呢它是无我的，第四个它是空性的。这四个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在密法里面呢它不讲这些它的不那么强调。除了密法以外仙宗的大乘小乘他们的认识都是共同同意的，他们对这个苦谛的认识这四个认识四个问题呢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我们今天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的轮转不是故意我们在这里的人或者是在外面的所有的人当中除了故意为了度化众生来到这个世界的菩萨之外他们不在这个范围。除了这些人之外所有的凡夫人没有一个是故意来到这个地方现在就是做一些催眠这些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说他是故意选择来这个世界，但是他们也许是在撒谎，也许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幻觉导致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故意来的都是不自由
不自由，没有任何自由，或者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有了业力造业，有业和烦恼。因为有了业和烦恼的话呢，那就肯定会产生的。比如说农民他种庄稼，他种庄稼的时候呢，这个种子它不会有思维。我们都知道它是无情的东西，它不会有思维，它不会思维我要发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果，它不会这样子想。但是这个潮湿还有温度还有其他的这些因缘具备的时候呢，它虽然没有思维，但是它会发生这个果的。同样的，我们以前也没有想过我们要去什么地方要做什么样的人没有想过在中阴身或者投生的时候没有想过。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因已经有了这样的因的话呢，那就你愿意也得要这样去投生，不愿意也得要这样去投生愿意不愿意和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愿意的话呢，谁愿意做牛做马谁愿意这个做有痛苦折磨这样的人呢？不可能。所以这个因就是具备了以后呢，就会存在这个果那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去认识这个苦地呢？不是为了其他不是为了好奇心，我们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生老病死，所以去看这个问题的。譬如说医生看病的时候医生这个看病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观察这个病人的病是什么样子呢？他不是绝大多数他不是其他的目的，他就是为了治这个人的病，所以他去了解观察分析这个病的来源等等的。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认识这个苦地呢？没有其他的想法目的，就是为了断除这个苦地，所以我们去认识这个苦地的。那我们要断除的话呢，怎么样断除首先我们必须要找到今天我们做这个凡夫人的根源，先把它找出来。刚才我们前面讲过呀，医生治病的时候，他首先把这个病的根源找出来，然后找出来了以后，他就可以治同样的，首先我们要找出来这个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轮转的原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有办法解决。这个有种种的说法，有些人觉得无因无缘，有些人觉得是造物主之类的安排这些都虽然是一种他们的一种这个想法说法但是这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不是我们说它没有根据，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探讨面对面探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说法是不存在证据的。所谓的证据呢单方面承认这个是不是证据？不是，所有的这个有智慧的人看起来觉得这是一个证据一个逻辑，一个这个理论大家都能够这样认识的这样子的方法才叫做大家公认的这样子才叫做证据不是我觉得这是这个证据就是证据，也不是他觉得他的是证据就证据，不是证据的话呢需要有这样公认的才是可以证据。那么这些说法是不具备证据的也不是无因无缘，是有因缘的。
因缘是什么呢？因缘也不是造物主的这个创造等等，这些都不是。那这是什么呢？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就是有了这个我执，有了我执以后呢，就有了这个贪嗔痴慢，这些都出来了，凡夫人因为有了我执所以就是希望自己就过得好希望自己过得好的时候呢，他为了自己好，所以他就会想种种的合理不合理的种种的方法手段这是我们都知道很了解的，这是现实生活当中所有人都在经历所有人都在做，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我执的话呢不会为了我好的这种，不会有这个念头。如果没有这种念头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为了我好而做这些很多的事情，这是不可能。那所有的这些根源不在外面就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学佛或者是其他比较相信这个一般的这些普通的宗教的人老是喜欢说神说鬼佛教就是认为他也不觉得没有这个鬼神的存在是有鬼神，但是主要的最厉害的鬼神不在外面，最厉害的鬼魔都是在自己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是谁呢？就是我执。因为外面的这些外在的这些鬼魔障再厉害也好，它只能伤害我们的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这个小问题，也就是说让我们就生病有些事情不太这个顺利等等等等，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让我们流转轮回这是他做不到的。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鬼集中起来让他们把我们流转轮回，他是没有办法，他做不到。谁能做得到呢？就是我执他能做得到。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鬼在外面，魔在外面我们知道这个鬼魔都在这个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平时都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原来是鬼魔那现在我们要往回走不想再走这条老路，也就是说这个轮回的路的话呢，那首先就是要把这个魔障杀掉。他这个鬼魔杀掉了以后呢，那就以后就没有人捣乱了没有人捣乱的话呢，那就是我们就可以获得自由自在乃至没有杀掉这个鬼之间，我们永远都不会自由，不会自在所以首先把这个什么是鬼什么是魔什么是轮回的根源把它找出来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它解决的方法是什么烧香磕头念咒能不能解决如果有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帮助，它也许能够解决，但是他没有他这些助手光是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他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唯一的能够解决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出离心它能够解决一些粗大的这些问题。
然后细节的很细的他还没有解决问题，然后就更细的呢就让菩提心来解决。但是菩提心它也在这个问题上面它能力还是有限的。世俗菩提心就是说世俗菩提它也解决不了，它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还是最厉害的呢还是在后面还是在后面最厉害的就是什么？最厉害的是最细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执。那我执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修法来解决呢？不是其他，就是无我和空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无我和空心它能够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识这个轮回的时候呢，这4个形象当中呢，必须要有第3和第4，就是无我和这个空性，这2个必须要有的。那么第1、第2为什么要有呢？第1、第2是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轮回是这个无常的痛苦的，这样深深的体会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再也不对它不跟它感兴趣了不跟它感兴趣以后呢，不对它感兴趣以后呢，再也不追求这些轮回的这些所谓的圆满所以必须要有这个无常和痛苦的这2种形象。无常和痛苦这2种形象让我们会升起出离心的。空心和无我呢，让我们升起这个无我的见解。这样以后呢，我们就看透了这个轮回看透了以后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它是什么样的东西以前没有佛的教导没有自己也没有智慧，然后呢大家都认为这个金钱、名誉、地位等等，大家都觉得好，都在向往，都在追求。那么其中一个人不追求的话大家都认为这就不正常了。所以其他人这样做，自己也就只有这样做这里面就没有缺少这些知识。但是学了佛以后呢，就佛已经告诉我们佛已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超越这个常人的这个知识。那常人凡夫人他就听到了这些以后呢，他是肯定会反驳的这是很正常的前几天我们也讲过，佛说过我不跟这个世俗人争论，世间人争论，但是世间人会跟我争论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佛能够理解世俗人的这些贪著执着，能够理解，所以他不争论。但是世俗人一听到佛的这个无常无我空性以后呢，他就不能接受，他就会反驳，这是很正常。如果他不反驳的话，那就不正常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没有听过的东西，而且他平时的这种想法和非常矛盾的东西他听到的时候呢，他不反驳才怪肯定会这个反对的。但是反对也好怎么也好，他终是世间这个会有一个这个世界它只有一个真理它没有2个真理。轮回也好，人生也好，世界也好，它只有一个真理，只有一个究竟的真理，不会有2种究竟的真理这是看谁说的才究竟只有一个真理。那最后呢首先世俗人会反驳的，最后是
他能够接受啊。那这个世俗人是不是说无神论啊，或者是唯物主义啊，等等等等，是不是这些呢？不是，这世间人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没有学佛，没有证悟空性之前的这些念头想法这就是世间人，就是他在反驳不是什么无神论之类的在反驳他反驳不反驳无所谓，就是我们自己的没有证悟之前的这个念头，他在反驳我现在新来的这个观点，他在反驳。所以我现在要推翻什么呢？我不是要推翻你某些人的观点，我不是要推翻什么人的观点，我就是要推翻我的观点不是推翻外道的观点，不是推翻这个无神论的观点，是推翻不推翻都可以。我们现在要推翻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为什么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子的执着的话呢，无神论不会伤害我们外道也不能伤害我们外道无神论你再说以后你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无所谓我自己如果证了这个菩萨果位成佛的话，那你想说就说了，说了也没有用对于我来说呢，这就是等于是没有说，什么说都对我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不是要反驳什么其他教派的呀，反驳什么持什么不同观点的人，不是，就是要反驳推翻我们的老观点那推翻的话对，为什么要推翻？为什么我们那么恨这个老的观点呢？刚才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是我们所有的在轮回里面一切不好的根源就是它，所以我要恨它所以我要推翻它那推翻要什么样的东西呢第一个出离心第二个菩提心第三个最后还是我们要靠空性要靠空性，不靠空性的话，还是前面两个呢能力还是有限的最后我们要靠依靠空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它能够彻底的能够解决彻底的能够解决。为什么那么肯定呢这我们就观察一下分析一下的话很清楚因为我们流转轮回的导致所有烦恼的这个根源呢，它不是一个外在的物质就是一个内在的一种我们自己的一种观点在起作用就是一个我们的一种观点一种执着在捣乱那这个观点和执着是什么呢？就是人的一种念头不是其他不是外在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一种念头这个念头可不可以推翻？可以推翻的念头为什么推翻呢？是不是所有的念头都可以推翻？不是有证据的有逻辑的有根据的这些念头呢，暂时要推翻的话也难。但是我们的这个我执有没有这样子的根据呢？证据呢？没有它是没有任何的根据。比如说我们自己就不用说这个能不能找到什么根据，不找我们自己回去想一想，我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认为存在一直认为有我的存在但是现在我会翻过来我看看到底我在不在我存不存在，假如存在的话是什么样的那回头观察的时候呢，那就是很简单原来就是从无始以来原来是不存在我的，那不存在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我呢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平时生病的时候特别是发烧的时候发高烧的时候，每个人都就容易看到很多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为什么呢？因为就有内在有这个因素啊，所以眼睛也好，这心里面就出现很多很多的幻觉啊。吃了迷幻药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幻觉啊。有吃了一些这个中草药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存在的东西。那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外面有这些东西所以看得见，这是我们自己里面有内在的这个幻觉的因素，所以看得出来了。同样的，我们的念头是这样子的出来的，它不是有根据。那没有根据的，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知道它是没有根据的。知道了以后呢，需要这个修炼需要修炼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很清楚原来是不存在我的，不存在我修炼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道地这道地修炼的时候呢，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观察深深的体会到我是不存在的，但是出来了以后呢，不大做的时候呢，还是要吃还是要穿还是要生活，还是要生存，还是其他人说我不好听的，我会生气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如心论的智慧品里面讲得非常清楚这不是空性，真悟空性的，不是它不起作用，这是它的能力现在就是很微弱，目前就是很微弱所以它需要成长发展这样以后呢，等到它的能力比较强的时候那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这上面讲的呢这一项讲的是库地的这个四个心相的重要性库地为什么要有四个心相这就刚才我们讲了，本身呢这个库地就是包含了所有的轮回有情无情那有情无情它本身它的心相是形形色色的，有各种各样的，肯定是不止4个而且有成千上万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考虑那么这个心相，为什么只考虑这4个心相呢？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修行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不去想这些问题佛也说了佛有一次传法的时候呢，就举了一个比喻你们很多人大概也知道也许知道有一个森林当中看不见远处的一个原始的森林当中有几个人，那有几个人的时候呢他在另外有些人在藏在森林里面的另外有一批人就向他们射箭以后呢，就射中了一个人那而且这个箭是毒箭这上面就是有毒药，这毒药呢就过了就一段时间以后呢，如果立即不处理的话呢它就通过血液这个毒就会扩散到人的全身，然后最后呢就结束这个人的生命那这样的这个毒箭射中了这个人，然后这其他的这些人呢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就是说这个箭是从东方来的还是西方，从哪里来的，去观察这个，然后去观察这个箭是谁做的它的质量是什么它的毒药是什么，去研究这些问题，就不去拔这个箭不想办法去拔这个箭，让这箭就是已经射中了，不把它拔出来就去研究这些问题然后人都就死了，来不及了那这个时候就更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些研究先不着急
首先就是要把这个杜肩拔出来啊，杜肩拔出来。古代是什么样？他就把这个这一块就肉都要割掉这样才能够解决。你需要研究的话，以后再研究。首先不研究，现在不知道，不是这个时候你就不把这杜肩拔出来去研究这些的话，人都已经来不及，快要死了这是什么比喻呢？这是我们凡夫人刚才这个人就失中了这个杜肩到死亡这个当中呢从现在的时间来说的话，可能只有1-2分钟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要做的任务是什么呢？不是研究这些不是研究这个剑是从东方来西方来无所谓反正就是已经失中了，这就没有关系这个剑是谁做的呀它的质量是什么呢？这些已经失中了，反正已经失中了，这个现在也不是，也没有太大关系，这个以后再说。首先就是就是把这些所有时间所有东西都放下来，就是要把这个人身上的就杜肩先拔下来，然后适中这个伤口的周围的这个肉就割掉了，这样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我们就人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就是等于就是相当于这个刚才适中这杜肩和这个结束生命之间的几分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10几年，就是就这么短短的一个就我们自己认为是很长的，但是整个一个轮回的过程中讲的话，就是一个这么短短的那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研究很多外面的星球日月的这个轨道然后就外太空等等等等去研究，然后去研究很多很多这些这就然后研究没有一个人就是研究所有的研究在途中就会死掉的就会死掉的。那这些就这个其他的星球上面呢有生命无生命这就无所谓了火星上面以前有没有生命这就无所谓了，月球上面有没有液体水存不存在这无所谓了，暂时我们就不去考虑这些，我们就是要解决的我们的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要做的是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不是其他的所以为了做这些事情付出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浪费生命这是非常的不值得的。就是从刚才的这个比喻上面看起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如果在旁边有一个旁观者的话呢，他们都肯定是觉得这群人非常非常的愚蠢，他们为什么把这个人身上的杜肩不拔下来？为什么去研究不管这个为什么去研究其他的呢？如果有一个其他人在旁边看的话，这个人肯定会嘲笑这些人的。同样的佛虽然没有嘲笑能够理解众生的这些行为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不去这个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那个外面的星球还有很多这个微观世界当中的一些很多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苦地的心想，都是属于苦地的心想，物理化学等等，哲学科学等等，都是属于苦地的一些心想但是他们对我们的解脱没有关系。为了生存有需要的话呢，那么你们去适当的去做毕竟是在家人，毕竟要生存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为了生存去做但是这些对我们的解脱是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呢不是这些要考虑的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所以对解决生老病死有关系的呢就这么4种
所以我们在这个成千上万的这个这个形象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了4个形象，我们去考虑这些问题，其他我们不考虑如果你要知道的话，那也不用着急，我们等我们证悟了空性解决了生老病死的问题证果了以后那个时候呢，也许不需要现在的这些实验现在的这些方法，轻轻松松的能够了解这些问题如果还是需要研究，还是需要实验的话呢，那也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实验这也不晚首先不是这些问题，首先要做这些，所以呢我们就只选4个这个那个无常、苦痛苦，还有无我空性其他的我们暂时不管不是除了这4个以外没有其他的形象，有很多这些呢很多人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都读了从小学到大学还有博士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这个学科这对我们的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上来说呢没有任何的价值，只是为了生存有一些帮助只是为了生存有一些帮助，在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上面没有办法，一旦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都很无奈，大家都很无奈非典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些问题呢就暂时我们不考虑所以我们只考虑4个问题4个问题能够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其他的呢不解决所以其他的暂时就放在后面也不是说彻底的不了解了解也可以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这个就放在后面以后再去首先我们先做的就先做后做的呢就是后做，不要后做的先做所以就是在这个苦地呢它只有4个形象佛只告诉我们4个形象，其他的就不告诉的原因就是这样，这是苦地有4个形象的原因这以上是就讲到这里。说能的一旦就是8年多年一别的能把学讲几个能接往往的这边做练的这日修